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上期视频我们讲了这个充电器的开关电源部分是由3842及周围元件组成的。这一端输出端是由肖特基二极管、输出隔离二极管、电流取向电阻，还有运放 LM358 等组成的。今天咱们主要介绍这个 MCU。这个 MCU 的作用呢，它是在这里边起调节电流、充满、断电，还有给指示灯供电，同时还给风扇提供驱动信号。它的风扇呢，就是这两个点，这个风扇没有接。好，我们翻过来看，我们昨天说了，电流取样电阻两端，这端是我们输出端的 D， 这端呢就是输出的负极。在后边电瓶充电的时候，这个正电压经过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隔离二极管以后，通过电瓶的正极、负极，通过电流取样电阻回到这端的负极端。但是呢，在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呢，就会产生压降。通过我们这个铜箔片，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15欧的电阻，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有两个 1K 的电阻，这两个是 1K 的电阻，一个呢是加到了运放的3角，一个呢是加到了运放的6角。运放2角的基准电压是 0.07 伏，这个电压来自于5伏线流和对地分压以后得到的电压。同时这个引角通过线流电阻接到了我们 MCU 的3角上。MCU 的1角和4角是接5伏供电， MCU 的2角是通过线流电阻接到431的控制极来检测后极输出电压的高低。 MCU 的8角是接地， MCU 的7角是通过这个引角的高低电压来控制输出指示灯，也就是我们红灯充电指示灯和绿灯充满指示灯。另外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NPN 型的3极管，是通过线流电阻，也就是说通过刚才我们控制指示灯那个引角，然后通过线流电阻加到这个3极管的基极，来控制这个3极管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控制风扇是否旋转。MCU 的6角呢，也是通过线流电阻接到了我们这个运放的5角。这个运放的5角呢，是通过5伏电压上线流电阻，然后对地分压电阻得到的一个 0.25 伏，与我们这个芯片的6角接在一起，通过 MCU 的6角来控制5角的电压高低，就能够控制整个输出的充电电流。因为我们这个运放的7角受6角和5角控制，6角呢是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充电电流检测这个电阻上。很显然，改变5角的基准电压就能够改变7角的输出电位高低，从而控制整机电流的大小。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后极通过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向后极充电，这端是接电瓶。那么很显然，通过电瓶以后，在这个电阻上会产生压降。由于我们这个运放这端是通过5伏电压上边线流下边分压得到的一个 0.07 伏电压，那么由于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超过 0.07 伏，很显然这个运放1角输出高电位加到了 MCU 的5角。当后极不接入电瓶的时候，很显然这个位置的电压为0伏。3角是正向输入端，2角是反向输入端。由于2角是 0.07 伏，3角为0伏，那么反向输入端高于正向输入端，这端输出低电位。由于这个位置为低电位，它的7角输出低电位，那么这个3极管是截止的，这个风扇的驱动3极管是截止的，这个位置为低电位，这个充电指示灯是熄灭的。又因为风扇是通过线流电阻接在这个12伏上，那么这个12伏通过这儿，通过线流电阻给这个充满指示灯供电，也就是我们在后边不接电瓶的时候，这个绿灯也是亮的。当我们后边接入电瓶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3角高于2角，所以这个位置输出高电位加到 MCU 的5角。
那么 MCU 的七角就输出高电位，使风扇驱动的三极管积极为高电位，积极向发射极有小的电流，极电极向发射极有大的电流，风扇开始旋转。同时，由于充满指示灯这个位置的电压被拉到 D， 所以充满指示灯就熄灭了。这个积极由于七角输出的高电位通过线流电阻还加到了这个充电指示灯，所以这个红灯点亮。与此同时 MCU 通过两个线流电阻连接到了431的控制极，由于431的控制极电压是通过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个电阻接到后边输出极的，另外这端是分压电阻，所以这个电压直接反映到后极电压的高低。我们知道电瓶在没充满的时候它的电压是偏低的，当它充满的时候，那么这个输出极的电压也会升高，所以我们这个431控制极的电压直接与我们电瓶的电压是成比例的，所以这个位置的电压直接反映了我们电池的电压。 MCU 通过三角内部的 ADC 电路来检测后极输出的电压高低，是通过431控制极这个电压。另外这个运放它的五角是正向输入端，这个位置有一个基准电压，也是来自于5伏的上线流下分压电阻为 0.25 伏。那么很显然，当这个电阻上的压降超过 0.25 伏的时候，这个六角电压高于五角，这个位置输出低电位，使我们光偶通过这个二极管导通入地，使内部发光量增强，从而使后极的电压下降。控制这个基准电压 0.25 伏的高低，就能够控制我们整机的电流。所以 MCU 二角通过线流电阻，然后通过这儿接到了五角基准电压这个位置，从而来改变后极输出电流的大小，也就是说通过 MCU 就能够控制整机的电流。当 MCU 检测到后边的电瓶充满的时候，也就是检测到这个431控制极这个电压达到了电瓶充满值的时候，六角输出一个高电位，通过这个电阻然后加到了我们这个位置的基准电压上，这个基准电压也是通过这个5伏上线流下分压的 0.07 伏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运放的反向输入端，这个基准电压这个位置为高电位的时候，那么很显然在这个电阻上的电流不管怎么大，它也不会高于这端，那么这个位置输出低电位加到了五角，形成了自锁，从而使电池充满断电，并且七角输出低电位，使风扇停止运转，从而这个位置是低电位，充电指示灯熄灭。由于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位置12伏通过线流电阻通过风扇，然后通过这两个电阻又给充满指示灯供电，使这个绿灯点亮。检测这个 MCU 好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测量4角供电和8角接地之间是否有5伏电压，当然1角也是供5伏的。如果这两个位置是供电了，那么我们要测量一下这个基准电压，这个 0.07 伏是否正常。如果这个位置为高电位，那么由于这 0.07 伏的电压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六角的，如果这个位置为高电位，那么很显然这个芯片损坏了。如果这个位置为 0.07 伏，证明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二角电压是否正常，因为这个二角这个位置接的是 0.25 伏，如果这个 0.25 伏偏低，那么很显然后极是没有输出电流的，因为这个位置为0，后边稍微输出高一点电位，那么这个运放呢就开始输出低电位，使这个光偶导通量增强，从而使后极电压没有输出。如果我们检查是不是 MCU 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电阻断开，这样呢就能够检测这个位置电压是否恢复到 0.25 伏。如果恢复到 0.25 伏，证明这个 MCU 损坏。同样的，我们检查431控制极的电压是否偏高，如果这个位置的电压偏高，我们也可以断掉这个 MCU 的三角这个电阻。如果恢复正常，证明 MCU 输出偏高。MCU 的三角呢是检测431控制极电压高低的引角，所以呢它一般时不会输出高电位，但是如果芯片损坏的时候，
它输出高电位就会使431导通量增强，从而使后级没有输出。还有我们这个 0.07 伏是受六角控制的，如果这个位置的 0.07 伏偏高，达到了5伏或者是4点几伏，那么很显然后边呢也是没有输出的，因为呢无论这个压降有多大，这个位置始终输出低电位， MCU 检测不到后边有电平接入，所以呢它也是不能够正常工作的。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